彼岸飞花。你到底是谁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。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始，那时候我还是一名牛马。最后一行代码，搞定这个破游戏，老子就能回家睡觉了。终于能修仙了。这什么鬼？我出租屋呢？我宫位呢？丁，最强宗门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苏白，恭喜您成为天道宗宗主。当前宗门等级1星，宗门资产无名山头1座，茅草屋1间。系统真穿越了，还给我个丐帮分部。本系统倡导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，请完成主线任务，招收第1名弟子。完成后，宗门可升至2星，解锁更多功能。这荒山野岭的，我上哪儿招人去？你的正式弟子考核没有通过，半年之后继续吧。王冠师，凌霄宗的6场测试我全是第一，为什么我会没有通过？干师兄全部不及格，为什么他可以通过？为什么？你跟他一样有一个筑基长老的爹吗？那韩师弟呢？他成绩比我低那么多，为什么都通过了？你跟他一样有300两银子吗？没钱，要么就等半年的下次考核，要么就滚。可是我的天赋悟性都比别人强。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天才。别说正式弟子，就连你这个杂役位置，盯着的人没有100也有80，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哼！不过马牛一个，真把自己当成天才了。又是没通过的，听说他6场测试都是第一呢。那有什么用？没银子没背景，还不是过不了。看，出来了，装什么清高？不花钱打点怎么可能通过？半年前，我卖掉了唯一的房子，又东拼西凑，才终于凑到了200两银子。辛苦了半年，没想到是这个结果。我的天，这么多人，这世界对修仙这么狂热吗？不愧是500强，1个月30两银子起步。青云宗每月基础4两，鱼鸟宗8两，灵虚宗20两。我可是拥有系统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为了3两白银而折腰？反正月薪是满1个月再发，先招弟子升级宗门，1个月之后还怕没银子？大家都来看看未来的天下第一宗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什么？未来的天下第一宗？我的天！你们快看看，招牌上写的每月基础银子30两，还真是30两。我刚刚还以为是3万呢，原来少看了一个0啊！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？人家凌霄宗仙盟500强，才30两银子，想钱想疯了吧？原以为是个骗子，结果是个傻子。怎么感觉越来越不对劲？我宗门福利待遇好，还被嘲笑了。怎么？难道我天道宗弟子月薪就一定要比凌霄宗低吗？入宗即可学习仙法，入宗即可学习仙法。仙师，请问仙师，真的入宗就可以修炼仙法吗？不错，入了宗，拜了师，立马就能接触仙法。这是骗子呢，你怎么能相信？就是，如今粗鄙的骗术，还以为是10年前啊！少年郎，30两银子挣取不易，小心被骗哦。我也知道这人99%是骗子，可是还有1%呢，哪怕只有1%接触到仙法的希望，我也不想放弃。请问仙师，30两银子可以等月底再结清吗？月底结银子，没问题啊，放心，我们宗门绝对不拖欠。
仙师，您确定？当然。仙师，弟子诸葛峰愿拜入天道宗。诸葛峰是吧？回天道宗再拜师。现在有时间吗？有，弟子现在无处可去，可随仙师前往宗门。这少年莫不是个傻子吧？如此拙劣的骗术，竟然都没能识破。就是，看他那样子，估计脑子也不太好使。哎，算了，他刚才不是都说了自己身无分文吗？就算想骗，恐怕也骗不到什么东西。谁说骗就一定只是为了钱财？万一人家图谋的是他的腰子呢？唉，放下救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咱们自己的日子都过得这般艰难了，何必还要给自己招惹麻烦呢？反正已经无路可走了，要骗就让他骗吧。可万一是真的呢？如此看来，招收弟子的任务要完成了。站住！我的天，好靓的少女，生气也不影响其气质。小姑娘，干嘛呢？这是骗子，你别被他骗了。姑娘，空口无凭，你有证据证明我是骗子吗？所有的势力先会当半年杂役，成为正式弟子之后才能接触仙法。你这入宗就可以修炼仙法，不是骗子是什么？姑娘，别的势力半年才能接触仙法，跟我的宗门入宗就可以学习仙法有什么关系？哪有这么好心的宗门？除了骗子还能是什么？你不信拉倒，如果你信我，就跟我走；不信我，就离去吧。弟子信仙师，这还信我？是，弟子相信仙师。那走吧。该死，这个混蛋家伙，我一定要拆穿你的真面目！只要有异动，我就拔剑。前方就是天道宗了。这是什么破宗门？还说不是骗子？踏入宗门领地一刻，我已无敌。速度成寸！还不来拜师吗？弟子诸葛峰拜见师尊。起来吧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苏白的大弟子，天道宗的大师兄。谢师尊。任务已完成，宗门升级为1星，1星奖励已发放，请宿主查看。升级。师尊好厉害，比王执事强大太多了。诸葛峰，那是仙法阁，你且去挑选一本最适合修炼的法吧。谢师尊。请将手放在前方的石台上。谁在说话？我是仙法阁的守灵，不必害怕。新弟子均可挑选一部仙法，如果你想自己选择，可以随意选一个仙法卷轴。如果要我为你挑选，请将手放在前面的石碑上。还请守灵前辈为我挑选吧。你性格沉稳，不骄不躁，此乃道经炼气篇，最适合你修炼，可打下更好的基础。多谢守灵前辈赏识，晚辈感激不尽。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仙法吗？师尊，这仙法需要多少银子？如果只要炼气第一重的仙法，又需要多少银子？银子？什么银子？师尊，弟子要修炼这仙法，需要支付多少银子？无需银子，无需。你既是我天道宗弟子，自然可以随意修炼我天道宗的仙法。师尊，炼气一重到炼气19的仙法都不需要银子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我给你机会修炼仙法，可别辜负了我的期待啊！弟子诸葛峰拜谢师尊。足炼气9重的完整仙法，免费？就是我的家族要买下一套完整的炼气境仙法，怕是也要伤筋动骨吧？师尊，不知弟子每日需要完成什么任务？任务？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修炼。你的修为越高，对宗门的贡献就越大。任务就是修炼，相当于躺着就可以把钱赚了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抓紧时间去修炼？弟子遵命。师尊，如此大恩，弟子就是拼上性命，也定然会报答。
这是一个周天循环，比起凌霄宗的凌霄诀强了数十倍。仙师，还缺弟子吗？小丫头，你之前还怀疑我是骗子，怎么，现在想加入骗子的宗门了？仙师，灵犀知错了，希望仙师可以原谅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哪里错了？灵犀不该怀疑仙师，更不该对仙师出言不逊。这些小事我懒得记在心上，也没必要跟你一个小丫头斗气。谢谢仙师，仙师真好。那仙师，灵犀是不是可以加入天道宗了？暂时还不行。为何？仙师，灵犀可以帮您洗衣服，可以端茶倒水，也能给您捶背捏腿，什么都能干，您就收下我呗。不行，你太小了。小？哪里小了？一点也不小好吗？不是指这个，我的意思是你的年龄还小，本宗暂不收未成年。年龄小，如此看来是我误会仙师。仙师，纠正一下，3天前我已过了成年礼，所以我已经成年了，好不好？忘记了，这个世界成年不是18岁，而是16岁。小丫头，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家，你家人不担心吗？鬼才想回家呢。好家伙，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女，那更加不能收了。你想加入天道宗没问题，让你家长陪你一起过来，否则我可不想变成拐卖犯。喂，你这人，3点睡6点起，阎王夸我好身体。红烧肉，仙师，你醒了，这是我亲自做的，仙师尝尝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实在太好吃了，下次不用做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这种味道就如同一口闷进了1两盐，那盐在舌尖不断冲击着味蕾。你一夜未归，你就不考虑你家人的感受？他们难道就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呀，萧灵依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无权干涉过多。要是自家孩子如此调皮，我保证掏出7匹狼，给孩子一个完美的童年。炼气3重，我作为天道宗的宗主，其修为是宗门所有的弟子修为之和的10倍，而如今天道宗就只有诸葛峰一个弟子，也就是说他突破了。这就是仙人所拥有的力量吗？一晚上炼气1重，就算天道宗的仙法逆天的强大，也不至于一夜炼气吧？凌霄宗的第1天才，昔日半个月炼气1重，都已经被宣传到了天上去了呢。师尊，弟子不负所望，已经炼气成功。好啊，很好。诸葛峰的实力越强，那我的实力也就越强嘛。你之前修炼过？我连凌霄宗的正式弟子考核都没有通过，又怎么可能有仙法修炼？你第1次修炼，这是灵根测试时，你的灵根越高，这测试时就会越亮。金光闪耀，传说中的天灵根，凌霄宗万年来都求不到一位的天灵根。原来我是天灵根，即使我是穿越者，也清楚天灵根的逆天，那绝对是气运之子般的存在。自己随便收的第1个弟子，就如此强大吗？强大好啊！不是，你天灵根没通过凌霄宗的正式弟子考核？在这个区域，我的考核成绩是第1，奈何我没有300两银子，因此没有通过。呵呵，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天才。为什么没有300两银子就不能通过？因为云水城分部弟子考核的成绩被几位执事掌控，再由他们上报宗门长老。你成绩好没有用，上报对他们没有好处，可如果你有银子，他们就可以因此获利，这并不难选择。考核的时候不测灵根吗？测灵根，要是测灵根了，那些少爷小姐灵根差还怎么通过？抱歉。无需抱歉，这些事情我经历的多了，早已看开。半年前，我父亲给我安排了一个凌霄宗的弟子名额，只需要半年后就可以去报到成为正式弟子。如果时间没有记错的话，我跟你应该是同一批考核，我的名额很可能本来是你的。连干师兄这种有筑基父亲的公子科都需要当半年杂役，眼前的少女却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其背景不必在意。
名额那么多，你所占用的名额不太可能是我的。再说了，如今我已是天道宗的弟子，师尊愿意收留我，这已是上天对我最大的回报。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去凌霄宗，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更加不想去了。仙师，你说吧，要什么条件才允许我加入天道宗？灵犀小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灵犀小姐昨天溜走，可真是让我们好生担心。奉宝霄少主之令，将小姐安全送到凌霄宗。灵犀小姐，跟我们走吧。我不去。灵犀小姐，少主命令如山，您身份特殊，若是惹恼了少主，恐怕对萧家不太好。赵宝霄，凌霄宗第一天教凌霄的弟子，极端纨绔，喜好女色，饮用处女之血，被他看中的女人就没有能够活着离开的。为了家族的整体利益，仙师，打扰了。大人，他们怎么处理？拐跑灵犀小姐，杀了便是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我都跟你们走了，你们还要杀人？小姐莫急，我等自有分寸，动手吧。是。跪下！这是什么力量？筑基大气修士，在我天道宗领地，你要杀谁呢？我乃凌霄宗执事，放了我，否则……否则怎么样？否则凌霄宗绝不会放过你！师尊，凌霄宗的执事死在这里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要不要将宗门迁走？不必，那些人赶来，那便通通宰了。啊！凌霄宗可是仙盟500强啊！仙师，您到底是什么实力？天之下，我无敌；天之上，我亦无敌。啊！天道宗可是有一个时辰运转100周天循环的超级仙法呢，就是仙盟500强排名第1的天宫，其核心仙法怕也达不到这个地步吧？怎么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拜师？师尊在上，请受徒儿萧灵一一拜。恭喜师尊！元婴之体，这可是最强的双修之体，难怪那赵宝霄想要得到它。去挑选仙法吧，早日练气。多谢师尊。一个时辰100周天循环的仙法，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呢。人呢？我问你们，萧灵溪他人呢？一群废物，一群饭桶！少主，李执事说萧灵溪跑了，他带着几个弟子出去寻找，可现在已经3天没有回音了。废物，通通都是废物！我让你们把人给我带回来，你们居然给本少主弄丢了，在哪儿失踪的？给我去找！不论付出任何代价，就是掘地3尺，都必须把人给我找回来！要是找不到人，你们都不要回来了。是，属下遵命。该死的，竟然敢逃跑！等我抓到你，定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终于达到炼气2重了，我也算是绝世天才了吗？5天炼气2重，这在整个大赵帝国都是一个无人可以达到的传奇。凌霄宗的第一天教凌霄，极品灵根的他达到炼气2重都需要1个多月呢。我的修为也追上诸葛师兄了。炼气3重，一想起天灵根通不过凌霄宗的考核，我就想笑。凌霄宗啊，凌霄宗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位什么样的天才。在萧灵溪踏入炼气2重的时候，我的修为顺理成章达到了炼气6重，这就是10倍弟子修为的强大功效，完全不需要修炼，躺着就可以升级。不行不行，修为突破还是太慢了，弟子数量太少了，要多招一些了。师尊，我昨天的面纱买回来了吗？这是为师亲自挑选的。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戴面纱了？我想那赵宝霄必然不会善罢甘休，现在云水城中可能已经遍布了他的眼线。确实如此。虽说在天道宗我是无敌的，可现在出了天道宗，我的修为也不过炼气6重，该小心还是要小心一点，苟着发育才是王道。你们去购买一些你们自己需要用到的日常生活用品，放心，不算月薪，费用宗门报销。谢师尊。不过我自己有银子呢。师尊，用不了那么多，有几百铜板就够了。为师的话也不听了吗？灵一，我知道你有银子，
但那是你自己的，宗门给你的，你收着便是。诸葛峰，你作为天道宗的大弟子，要以身作则，还穿着这些洗得发白的衣服。灵犀，你眼光好，给你师兄购买一套精致的服饰，这些银子不花完就别回来了。知道了，师尊。师尊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。萧炎，你这个废物，我们之间的婚约就此结束，你我之间再无瓜葛。嘿，嘿，这不是萧家那个废物少爷吗？听说是个废灵根。柳嫣然已经成为了云天宗的少宗主，云天宗那可是仙盟500强之一的超级宗门啊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痴心妄想。柳嫣然，3年之后我会去云天宗挑战你，向你证明我萧炎不是废物。萧炎，废灵根，如果有可取之处，倒是能入我天道宗。为什么？上天为什么让我无法修炼？为什么？难道我天生就是废物吗？少年郎，你可曾听说过这么一句话：莫欺少年穷？你是谁？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你误会了，我并非是来看你笑话的。走走，我们边走边聊。我凭什么跟你走？如果你想3年后打败今日侮辱你的人，那就跟我走。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世界，没有人天生就是废物，有的只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路罢了。路？我的路在哪儿？我每次修炼，辛辛苦苦练出一点点灵气，又会马上消散。父亲请了一位筑基高人给我看过，说我没有丹田，不可能炼气成功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刚刚又为何要说出3年之后挑战的话语？当然是证明给他们看，证明我不是废物。呵呵，好，你笑什么？你有这个毅力，那就足够了。3年之后，你就可以证明你并非废柴。你到底是谁？天道宗宗主苏白。你若想3年之后超过那柳嫣然，那就在日落黄昏之时，在这里等我，随我前往天道宗。诸葛峰，昂起头，挺起胸，你可是我天道宗的大师兄，难道要人看笑话吗？你看看灵犀，英姿飒爽，哪像你这样畏畏缩缩的？要学会自信，不然未来怎么能成为强者？刚刚我好像听到师尊夸自己呢。这是谁画的？画的这么丑！一个没听说的宗门，竟然与凌霄宗一个价，有30两银子，我不去凌霄宗，还去你这个什么天道宗？哟，这不是考核第1的诸葛师弟吗？怎么没去凌霄宗报道，来这儿了？我听执事说，你小子看不上天道宗，还嘲讽我们是废物。天道宗什么破宗门？放着凌霄宗不来，去这破宗门？诸葛师兄这身衣服帅呀，需要不少银子吧？我记得你之前吃饭都是问题，不会是去那种合欢类型的宗门当卢颓了吧？甘师兄、林师兄、韩师弟、柳师妹，杂役弟子时被我压一头，成绩远远不如自己，而自己考核失败，他们这么成功了，现在来看我笑话了。冷静，冷静！你侮辱我可以，不准侮辱我的宗门哟，还来脾气了。诸葛峰，呵呵，我也不瞒你，你的名额是被我甘华抢走的。我看不下去了。这是你师兄的事情，他自己可以处理。忍无可忍，当无需再忍，尽管出手。出了事，一切有为师担着。一切有师尊担着。你们说我可以，但你们说我的宗门该打。笑死我了，诸葛峰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这天道宗听都没听说过，不是垃圾宗门是什么？还1个月30两银子，垃圾都不如的宗门也配？这是我第1次真正的出手伤人。从小，父母教我要做一个善良的好孩子，我全都忍了下来。因为我想进入凌霄宗学习仙法。可是考核成绩第1，名额被占，让我看清了这个世界的黑暗。如师尊所说，忍无可忍，当无需再忍。
葛峰，你竟敢打伤甘师兄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凌霄宗正式弟子也敢打！诸葛峰，你死定了！你练气成功了啊！你是妖怪！走，告诉执事，告诉长老，太厉害了！凌霄宗的弟子都敢打，这天道宗要上天不成？牛掰！我眼花了吗？凌霄宗弟子都敢打，有热闹看了。你们猜这天道宗多久就会被凌霄宗报复灭了？我看最多3天。如果不是云海城的几位凌霄宗执事有什么事全出去了，恐怕现在就来了。能坚持1天算天道宗厉害。师尊，抱歉，我这么一闹，更加无人敢加入宗门了。这是好消息，你已经把我天道宗的名声打出来了，不仅没有坏处，反而有利无弊。等凌霄宗奈何不了我天道宗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看向我天道宗，到时候自有人排队想入我天道宗。不过，你刚刚做的还不够好啊！对于这种人，你就应该往死里打。你要记住，拳头硬才是道理。记住，这世界就是这样，永远都是强者为王。弟子懂了，不用管对方是谁，只要不是你的错，一切有为身在打，我给你撑腰。如果自己有师尊这样的实力就好了。帅，果断，迅速，丝毫不含糊，简单粗暴，干净利索，而且还帅气。又是一个求仙法的，这种事情哪有那么容易？哎，可怜的孩子，已经连续5天跪在这里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腿都要废了哦。这些宗门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没钱怎么可能进得去？这孩子我之前见过，他好像还有一个姐姐，怎么现在就他一个人了？3天前，有位侠义仙人看他可怜，想收其为徒，却是发现他没有灵根，根本没有修仙的资质。可惜了，这丫头命苦啊，早年是个弃婴，跟随着姐姐相依为命，现在姐姐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这世界上哪里有免费的午餐？无钱无势，怎么会有仙缘？随便一个路人都有一点灵根，纯粹的无灵根，那不就是凡体吗？一辈子凡人的命运。无灵根不是不能修炼，只是那等修炼速度，怕是一辈子也只能待在炼气3重之下了。有银子也就算了，用大量资源砸，说不定有希望接触炼气后期。问题是他没钱啊。哪个宗门要收这种赔钱货，迟早要倒闭。要是身材好一点，还可以卖去青楼赚笔银子。可这面黄肌瘦的，哪家青楼收？这小姑娘真是可怜，师尊，我们将她收入宗门吧，由我来照顾她，可以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叶清瑶。叶清瑶，挺不错的名字。你愿意加入我的宗门吗？可仙人说我没有灵根，只是凡体，不配加入仙门。上次也有一个仙人可怜我，结果测试我无灵根，摇摇头离去了。那仙人还肯定地说，我此生无缘仙路，绝了这个心。可是如果无缘仙路，自己又该去何处寻姐姐？谁说凡体不能攀登仙路？没有灵根又如何？只要有一颗向仙的心，他日仙路之上，必然会留下你最璀璨的身影。所以，你愿意加入我的宗门吗？我真的可以修行吗？曾有一人与你一样，也是凡体，并无修炼天资。他后面怎么样了？他虽是凡体，却依然凭借着绝世的才华与执着，以凡体之身位居仙道之巅。凡体成仙，吹牛也不带这样的吧？呵呵，他口中的仙道之巅，该不会就是炼气1、2重吧？凡体这辈子要是可以踏入炼气3重，我特么倒立吃2桶。以凡体之身位居仙道之巅，我也可以吗？未来多变数，一切皆可能。我观你性格坚韧，心志不屈，未来注定会踏上一条不同寻常的道途，所以我决定收你为我的亲传弟子。这是自姐姐离开之后，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，这是来自人间的温暖，驱散依附世间的寒风。仙师，谢谢你。你们先带他回去，为师晚点再回。是。
确定了吗？是不是凌霄宗要找的萧家二小姐？不敢100%确定，但也大差不差。云水城有几人拥有储物戒？就连凌霄宗执事都没有呢。就算不是单单这个储物戒也够本。正合我意。诸位，请留步。诸位，请留步。小子，我们的目标不是你，滚开！我们劝你乖乖的把路让开，否则你恐怕走不出这片树林。4个人，2个炼气3重，2个炼气2重，气息虚浮，好解决。若是不滚，就留下命来吧！一起出手！火球术，寒冰剑诀，发道掌！看来宗门要早点升级了，战绩阁中应该会有些强大的战绩，可以增加弟子们的实力。萧炎哥哥，那天道宗是什么宗门？你了解吗？就要加入？我不知道，但哪怕有一点点希望，我也不想放弃。我要变强，打败那柳嫣然。萧炎哥哥既然要去，那希儿就支持你。不过为了防止萧炎哥哥遇到危险，希儿也要同去。希儿，放心吧，萧炎哥哥，希儿不容许坏人伤害你。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仙师，您来了。好一个少年谪仙！你说，看看他什么修为？小姐，老夫看不透其修为。什么？影叔您都看不透？影叔，天道宗的信息查到了吗？查了，整个仙盟都没有关于天道宗与苏白的信息。这个天道宗仿佛是凭空冒出来的一般。仙师，这是我的族妹萧希儿，她也想前往天道宗。仙师您看，既然想去，那便去吧。多谢仙师。弟子萧炎拜见师尊。起来吧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第3位亲传弟子，天道宗的3弟子。谢师尊。师尊，刚刚我瞧见宗门招牌，每月30两银子，这是180两银子，是弟子半年的入门费。天道宗包吃包住全免费，无需付费。包吃包住全免费？跟为师来吧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过免费的宗门。这是仙法阁，你进去之后，自会明白不能修炼的原因，也会找到可以修炼的仙法。多谢师尊告知，弟子明白了。非本宗弟子不可入内。如果萧炎哥哥有半点闪失，我定会拿你试问。请相信我的实力，这个世界很大，比凌霄宗与云天宗强大的并不少。你说的对，这个世界确实很大，凌霄宗与云天宗也算不了什么，但是比我天道宗强的，抱歉，我还真没听说过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不知道，只是16岁的筑基，大赵前所未有。我倒想知道，你接近我的弟子，又是想做什么？你看透了我的修为？我不只看透了你的修为，我还有一个疑问：来自古老家族的千金，身边安排的保镖，为何只有区区元婴境？被发现了。此人到底是什么人？难道也是同样来自古老家族的某位传承者？元婴境难道还不够吗？现在是够了，不过以后呢？我可记得云天宗的上一代宗主闭关100年，并没有死，说不定如今已经成为了化神。到时候你的萧炎哥哥前往云天宗，就凭你的这个保镖，怕是保不住吧？你的家族别说区区元婴，就是叫一堆化神，甚至化神之上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吧？好像说的有几分道理。家族看大门的都是化神，我区区元婴，要是不跟在小姐身边，完了要失业啊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萧炎的师尊，你说我是谁？这么多仙法，那应该有匹配自己体质的仙法吧？请将手放在前方的石台上。我是仙法阁的守灵，按照规矩，每个新加入我们天道宗的弟子都可以挑选一部仙法。如果你想自己选择，可以随意选一个仙法卷轴。如果要我为你挑选，请将手放在前面的石碑上。希儿妹妹提到过的传说中的圣萃之灵吗？前辈，我不能修炼的体质是什么原因？将手放在石碑上，一切自会知晓。麻烦前辈了。前辈，
我的体质到底有什么原因？你的体质乃是世间无比罕见的天气之极，天气之体。所谓天气之体，就是上天遗忘了你的存在，导致你没有丹田，无法炼气。那我的丹田还能修复吗？除非有九转金丹让你重活一世，重铸肉身，或者一位正道者为你逆天改命，重塑丹田。不过，即使这样，你的修炼速度也会比别人慢千倍万倍。难道我一辈子就无法修炼吗？一辈子只能被柳万然欺负吗？不，你的丹田暂时无法修复，不代表你无法修炼，只是你能否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。只要可以修炼，只要可以变强，不管什么痛苦，我都可以忍受。既然如此，有一仙法最适合你修炼。这是什么仙法？此乃炼体之法，鸿蒙炼体诀肉身篇。鸿蒙炼体诀。你因无丹田，无